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厨房美食多。在看视频之前，请给我点个小爱心，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。又到了大量水果上市的季节，品种多种多样，非常受到人们的喜欢。但是有4种水果，里面经常有虫，很多人吃的都还不知道。下面就一起来看看是哪几种水果，看一下有没有你喜欢吃的。第一种水果就是很常见的马蹄，口感清脆爽口，既是水果也是蔬菜，深受大家的喜欢。马蹄果肉里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矿物质、维生素、磷等，含量都很丰富。但是马蹄是一种水生植物，生长在浅水田或者池塘、沼泽地，它的表面就非常容易感染寄生虫。如果是生吃，很容易得姜片虫病，感染严重的可能还会出现腹痛、腹泻、恶心、呕吐等等情况。所以一定要洗干净削皮，最好就是煮熟再吃。除了马蹄，其他的一些水生植物，比如说茭白等等，也存在这样的问题。所以我们在吃这类食物的时候，一定要充分的煮熟。第二种水果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就是桑葚。桑葚很像缩小型的葡萄，但是不同的是，桑葚的果肉之间有很多的缝隙。桑葚的这个特点，很容易让寄生虫的虫卵藏在里面慢慢的繁殖，所以桑葚一定要用盐水浸泡一段时间，然后彻底的清洗干净再吃。第3种水果很多人都会容易忽略，那就是樱桃。成熟的樱桃颜色鲜红，深受大家的喜爱。现在城市的附近周边也有很多樱桃采摘园，很多人在繁忙的生活当中都会去田园采摘樱桃，感受这种田园生活的气息。其实樱桃不仅仅让人们喜爱，也深得虫子的喜爱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樱桃里面会看到一些白色的虫子，那些白色的虫子其实就是果蝇的虫卵。樱桃因为它的果香比较浓，会吸引一些附近的果蝇，果蝇就会把虫卵藏到樱桃里面。这种虫子其实吃了也不怕，因为我们的胃酸会把它溶解掉。但是如果是不想吃到这种虫子，所以大家要尽量挑选硬一点的，表面没有破碎的樱桃。第4种水果就是杨梅。杨梅它的外表并不是那种坚硬的水果，而是软软的，很容易破损。而且在杨梅成熟的时候，果蝇也会把针尖样的虫卵缠在果肉里面，我们有时候很难直接看到，所以杨梅也要注意，要用盐水浸泡一段时间，清洗干净之后再吃。刚刚讲的这4种水果，特别是后面3种，大家一定要做好清洗工作，一定要用盐水浸泡一下，这样子吃起来会更健康。马蹄单单清洗干净还不够，一定要煮熟才安全，否则非常容易得寄生虫病。下面再跟大家分享3种不能生吃的食物。第一种就是淡水鱼虾蟹，很多人喜欢用酒来腌虾蟹，做成这种醉虾、醉蟹。但是虾蟹、小龙虾等等，它们里面非常容易携带肺吸虫，我们用这些酱料是很难将其全部杀死的。如果不小心进食肺吸虫，除了寄生在我们的肺部，还会四处游走进入脑袋，引起头痛、癫痫、视力减退，进入我们的脊髓，还会引起排尿困难。所以大家一定要煮熟、煮透了才吃。大火爆炒，如果时间不够也是不行的，这样经常都会遗留一些活体的虫卵。我们可以先用油炸，然后再清炒15分钟以上，用高温水煮的时候也要保证10分钟以上，这样子才能达到比较好的高温杀虫的效果。如果只是用一些料酒、酱油、酱料、醋等等这些材料来浸泡，根本就不能完全杀死寄生虫，仍然有近半数的虫卵会存活。第3次全国人体主要寄生虫病现状调查研究就显示，部分地区
生食或者是半生食、淡水以下的习俗，导致这些地区感染率高达 23.36%。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注意。第二种肉类是很多人追求的一种比较嫩的肉感，爱吃那些带血丝的牛肉，或者说涮火锅的时候稍微烫一下就吃了。有些时候我们以为肉已经煮熟了，但实际上是没有的。很多实验都表明，这样做出来的肉依然藏有寄生虫。实验人员用清水分别去煮猪肉块、羊肉块、饺子，结果当水已经沸腾的时候，猪肉中心的温度只有40度，而个头最小的饺子的中心温度也远低于表面的温度。所以说表面看起来已经熟了，但实际上里面还是生的，或者说半生不熟。那么这种就不足以去杀死这些绦虫。肉里面其实还有大量的绦虫，最常见的就是猪带绦虫、牛带绦虫。如果是这些感染引发，很多时候会出现这种寄生虫疾病，就会出现各种类型相关腹脏的病变。所以我们在烹饪肉类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全熟，这样子比较安全。第三种就是溏心蛋，很多人都喜欢吃溏心蛋、流心荷包蛋，认为它又营养又美味，殊不知反而很多时候会吃出病来。因为鸡蛋壳看起来密不透风，但是有很多的小孔，时间长了受潮雨淋，或者有些人鸡蛋有点脏拿去水洗，这样子细菌就很容易长驱直入，特别是沙门氏菌。如果是没有煮熟，这样子在食用以后就会引起食物中毒。还有一个就是生鸡蛋与熟鸡蛋相比，生鸡蛋的营养价值会更低，它的蛋白质结构非常的紧密，不容易被肠胃中的蛋白酶水解，加上这种生鸡蛋清里面的酶能够抑制蛋白酶，让蛋白更难被人体吸收，所以其实熟鸡蛋的营养价值比生鸡蛋的营养价值要高，要更健康。看了今天的视频之后，以后我们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一定要加以注意，不然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伤害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视频看到这里了，麻烦各位哥哥姐姐动动小手给我点个赞吧，点击我的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。我是多多，我们下个视频见啦。